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民族自信是其自立于世界舞台的源泉所在，这对一国发展和崛起不可或缺。但如果是盲目自信，到头来不仅会徒增笑柄，吃亏的也只会是自己。印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然只是一个区域性强国，但印度人的优越感却不比任何一个民族差，甚至有点过犹不及。在与中国比较的问题上，印度精英阶层们无比自信地提出了印度的4大优势，并认为中国在这几个方面根本比不了。那么，印度精英口中的4大优势到底是什么？中国又真的比不了？首先是人口红利。自隋唐大一统之后，中国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优势保证了中华文明传承的生生不息。然而，进入现代社会后，中国庞大的人口一度成为国家负担。好在关键时刻，中国以极大决心贯彻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得到遏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享受到了人口红利，即劳动人口占据总人口比重大，社会抚养率较低，从而为国家经济创造出高投资、高增长。不过，随着近几年中国人口出生率的走低，人口红利似乎在逐渐消散。而作为世界第2人口大国的印度却维持着较高的出生率，甚至即将取代中国第1人口大国的位置。基于此，印度精英们普遍认为，印度在人口红利上的优势是人口速度逐渐放缓的中国所不能比的。的确，印度在此前一直牢牢占据着世界第2人口大国的位置。2021年人口总数突破14亿大关，预计2023年就将超过中国，在2050年就可能达到16.57亿。从人口结构来看，2021年印度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达到 54.9%，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一比例仍将保持较高水平。人口基数大、增长快，这为印度提供了庞大且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在经济上则表现为巨大的人口红利。尤其是第3产业从中国大规模转移离开的当下，印度劳动力市场完美地承接了这部分产业。在这个发展进程中，人口红利逐渐被印度人认为是印度崛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要想将人口红利尽可能转化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动力，还需要相应的教育、就业、制度环境。可这恰恰是印度的掣肘。人口基数大、增长快会带来一个显著问题：就业竞争激烈，劳动动力价值低，贫困人口激增，大批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失业带来人们生活水平下降，教育机会减少，反过来又会再度恶化就业市场。印度在这方面一直是大问题。2020年前后，印度贫困人口数量仍然高达3亿，占据总人口 21.9%， 其失业率更是常年维持在 7% 至 8%。如此恶劣的就业市场与教育情况，印度能否如同当年中国一样承接大规模第3产业的转移，这仍是一件无法预料的事情。所以印度真能凭借人口红利崛起，这并不是一件十分明确的事情。其次，印度精英们引以为傲的第2个优势是相较于中国更加优越的地缘。一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世界战略版图中的位置，更决定了国家周边环境是否安全。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三面环海，背靠喜马拉雅山，在地理上几乎独立成了一个单元。印度洋周边小国与印度相比，宛若银光与皓月。绝对优势的地理位置、辽阔的疆域、雄厚的国力，使得印度理所当然成为整个南亚地区的霸主，且不易受到外来势力的干涉。一枝独秀的印度以印度洋为依托，将南亚次大陆作为基点，顺利地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另外，印度在海洋地缘上的优势也十分明显。印度洋作为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纽带，在世界贸易交通线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石油贸易航线，对一众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西方世界一直将印度洋航线视为海上生命线，而三面环海的印度则是这条生命线上的哨兵，拥有无数优质码头和港口，成为太平洋地区、非洲、欧洲、大洋洲的交通战略核心。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对于印度发展海洋贸易、壮大海洋权力、增强国际话语权有着莫大的助力。在印度精英们看来，印度有着绝佳的地缘资源，进可攻，退可守。反观中国，印度精英们认为，中国虽然面朝更为广阔的太平洋，但亚太地区早已被强国环伺，中国更是被美国主导的岛链封锁，战略位置极其艰险，在海洋地缘上根本没有占据优势，更无法与印度的地缘优势媲美。不过，他们只看到了中国地缘的缺点，却选择性的忽视了我国的优势。海洋地缘上，中国有着 3.2 万千米长的海岸线，临海两港众多，能为我国海外贸易、对外交流提供强有力的海上交通支持。我国海域内，辽东半岛、黄海、东海、南沙诸岛等构成一道宛若珍珠项链般的岛屿链，这为中国的海上防护提供了防护区和缓冲带。印度精英们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同样选择性忽略的还有其自身的地缘劣势。首先，闭塞的地缘特点为印度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减少了被强敌入侵的可能性。可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印度的发展空间。
横亘在其北部的高大山脉阻隔了印度与亚洲各国的联系，使其区域影响力大大降低。从历史角度看，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区域中心，其地理位置不能偏离该区域中心太远，而印度显然是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它位于南亚，向北有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阻挡，向南发展受印度洋限制，西边有一个与其针锋相对的巴基斯坦和诸多石油国，东边更是有着位于亚洲中心且正在飞速崛起的中国。在这些因素的限制下，印度只能在南亚地区称雄，想要取代中国成为亚洲之最，不过是印度人的痴心妄想。再者，印度与邻国的地缘政治冲突也是其难以扩张发展的原因。印度有着主宰南亚、雄霸亚洲的美好愿景，但实力却不足以支撑其野心。政治、经济、军事，印度各方面都在承受着邻国的挑战和冲击，尤其是巴基斯坦。因为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土纠纷，两国相持争斗长达半个世纪，这严重消耗了印度的国力。中印两国的边境纠纷同样旷日持久，双方争议领土多达12万5千平方公里，又因为藏独势力达赖等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长期不睦。中外学者纷纷指出，中印地缘政治冲突将会长期支配双边关系，印巴同样如此。在如此复杂动荡的地缘环境下，印度的崛起发展机会将会受到极大压制。最后，南亚周边的恐怖主义活动也对印度的崛起产生了深刻影响。印度毗邻世界上恐怖主义活动最剧烈的南亚、西亚地区，其西北靠近基地组织、塔利班组织大本营阿富汗，正北则是恐怖主义日渐猖獗的克什米尔，西边中东地区长期政治动乱，恐怖分子更加为所欲为。恐怖分子的剧烈活动极大影响了印度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鉴于此，印度每年不得不斥巨资加强国家安全安保工作，打击恐怖主义活动。考虑到恐怖分子的报复性和恶劣性，印度甚至不得不在一些全球事务上做出妥协，这严重削弱了印度在全球政治舞台的影响力。印度精英们对自身优势最为自信的一个点，莫过于印度的军事实力。印度自冷战结束后，就打着中国核威胁的幌子，不断增加国防预算，提高军购力度。2007至2011年间，印度政府在军费上的花销高达126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一。2012年，印度海军斥资100亿美元，购进126架法国阵风战斗机，这是世界军火交易史上最大的订单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印度已经建立起一支兵力达到127万、导弹、核武器、航空母舰等高精端武器完备的军事大国，这是印度人自诩军事世界第3的底气，但这绝对无法成为其压过中国的理由。首先，印度强大的军事实力是靠巨额资金砸出来的。印度的军费预算逐年递增，2021年军费高达766亿美元，占据 GDP 2.7%， 而中国的这一比例仅为 1.3% 至 1.4%。庞大的国防支出压缩了经济建设的宝贵资金，换言之，是印度民众恶劣的生活环境换来了强大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印度财政部门对国防部有着严重的偏好，财政部对军事部的拨款连年递增，涨幅超过 17%， 而农业部的预算仅为前者的一半。其实，印度的经济并不足以支持军事发展，而今天印度的庞大军费是牺牲其他领域换来的，并不长久。再者，印度军事实力的强大只限于表面，来自于多个国家的军事武器，自独立后几乎没有赢过几次的战争，足以证明印度真正的军事实力。所以，现在的印度不过是纸糊的老虎，根本不具备与国防工业发达的中国相媲美的资格。印度精英心目中最后一个优势，莫过于鼓吹印度的政治制度大优于中国。自1947年独立后，印度仿照西方世界建立起议会民主制度。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的政治制度维持了基本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其民主理念已经深入印度人民心目中。因为巨大的人口优势，印度将自己标榜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同时，印度认为之所以能够与美国和俄罗斯同时保持较为亲密的关系，也是源于自己的制度优势。西方民主体制，它能够尽可能缩小印度与美俄的制度差异、意识形态差异。在这一点上，印度精英认为中国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但事实上，在印度精英看来无比自豪的民主制度，在几十年里却让印度始终处于一种社会上混乱、经济上贫困。相比于中国的经济社会状况，实在差得有点远。不可否认的是，印度近年来的发展确实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伴随而来的是极大的贫富分化、止步不前的民众生活水平、依旧动荡不平的社会环境。或许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国家发展所必须经历的阵痛，可这并不应该被政府所忽视，更不应该成为印度精英阶层盲目炫耀背后的代价。在中国的西南边有这样一个奇葩的国家，它与中国毗邻而居，却时常在中国背后插刀。谈合作谈钱的时候驯良乖巧，一旦不合他心意了，翻脸比谁都快。这个国家就是印度。
而在印度各种奇葩行为的背后，实际上正是在以中国之名行霸权之实。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1947年，伴随着英国殖民者的退出，印度正式实现独立。作为英国的海外长子，印度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英国在南亚地区的最大继承者，因此在这一时期不难发现，印度的外交战略颇具大国风范。说直白点，此时的印度就是把自己当成了大英帝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同样刚刚独立的人口大国，中印两国国情相似，边境问题又悬而未决，所以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反正在印度眼里，中国已经成为了其最大的竞争对手。最开始的时候，印度选择延续英属印度时期的对华外交战略，即在西藏问题上大搞手脚。以印度国父尼赫鲁为首的印度政治精英曾多次叫嚣，要把西藏变成苏联、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缓冲区。1959年，中国以雷霆手段镇压了西藏反革命，自此印度希望在西藏建立所谓缓冲带的想法彻底破产。面对这一既定事实，印度可谓是如丧考妣，不仅在国际上各种抹黑中国，而且还收留了大量的暴恐分子。不过，尽管印度做到这个地步，当时的中国出于国际局势考虑，在第一时间依然并不想与印度翻脸，而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地告知印度，两国绝非敌人，现在也不是竞争的时候。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的忍让却在印度眼里成为了对自己大国力量的畏惧，因此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1962年10月17号，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此后，仅仅5个月的时间，印度便兵败如山倒。中国战士庞国兴在战后的报告中写下的一句至今都广为人知的话：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一句话尽显中国军人的自信，同时也将印度所谓的大国梦彻底击垮。1964年，尼赫鲁在深切的不甘当中离世，而他的离开也宣告了印度大国外交战略的失败。后来中国迅速发展，逐渐拉开了与印度之间的差距，也使得印度不得不抛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着眼现实。未来的印度到底该何去何从？很显然，就像尼赫鲁说的那样，印度是不会甘心只当一个二流国家的。于是，在发现自己无法与中国为敌以后，印度便将枪口对向了邻近的小国。既然强的打不过，难道还不能欺负弱小了吗？就这样，在尼赫鲁之女英迪拉甘地的手上，印度门罗主义外交正式出炉。什么是门罗主义呢？用英迪拉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非有必要，印度将不会干涉南亚地区任何国家的内政，但与此同时，也不能容忍来自外部大国的干涉。如果有的国家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来以应对内部危机，则应首先在地区内部寻求帮助。一句话总结，把南亚的大门关起来，印度当老大。1971年，印度利用东巴基斯坦的内乱，成功发动第3次印巴战争，将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肢解出来。1974年，印度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吞并了西金国。至于不丹、尼泊尔等南亚国家，印度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条款限制着他们的对外活动。例如1971年，在不丹已经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的情况下，印度又搬出了双边永久友好和平条约，建议不丹不要发展与任何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关系。可能有人要问了，印度这么明晃晃的搞霸权外交，难道不怕这些国家反抗吗？印度还真就不怕。1971年，印度与苏联签署了带有准军事联盟性质的苏印和平友好合作条约。从结果上来看，苏联的帮助确实让印度实现了变强的梦想。正因为如此，他才有了对南亚其他国家实行外交扩张的底气。但印度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身为世界一级的苏联竟然会轰然倒塌。苏联解体后，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欢呼历史的终结，声称自由资本主义精神从此将统领世界之时，印度何去何从却成了一道难题。对内，以印苏联盟为基石形成的南亚霸权难以维系；对外，自己领导的不结盟运动失去了现实存在的意义。种种问题加持之下，印度势必要对自己的外交战略做出调整。于是，印度外交再次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小多边外交时代。什么是小多边外交呢？简单来说，就是让尽可能少的国家参与谈判，以对解决某个特定问题产生最大可能的影响。换而言之，就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拉拢能够给印度带来最大利益的国家共同面对。因此，客观来说，小多边外交实际上也推动了后来印度问题外交的发展。不可否认，印度的小多边外交在现实意义上绝对是成功的。
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开始，到21世纪之初，印度的小多边外交助推了其传统的南南合作、印俄关系和周边外交向冷战后的转型，为印度接下来寻求更稳固和更广泛的外交关系打下了重要基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因为小多边外交足够成功，使得印度国内经济腾飞，军事实力强化，进而信心逐渐膨胀，再次燃起了自己的大国雄心。2014年莫迪上台，纵观他的执政生涯，总的来说，莫迪就是真正把印度当成了一个大国，把自己当成了大国领袖。于是在这样的思维影响下，印度再次把中国当成了自己最大的对手，开始实施所谓的问题外交。印度的问题外交是在深思熟虑之下产生的，换而言之，印度就是吃透了中国牌的底线，才敢进行随后的一系列微操。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在西方国家维护国际秩序主导地位的体系下，自由主义国际机制绝对是其最强有力的武器。所以，一直自视自己是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在西方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方面，天然的会表现得亲近，继而更加容易博得西方世界的同情。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和平崛起是对全世界的承诺，因此自然要经得起全世界的目光。那么，基于这些，印度就有了可操作的空间。即在一些小问题上，印度可以挑衅对抗中国，而中国则会表现得束手束脚。毕竟一旦中国越过雷池，就很容易遭受西方自由媒体的口诛笔伐。其次，不管中国愿不愿意，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已经是当今世界的头号问题。从中国的视角上，中国必须拿出更多的精力应付美国，不会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印度身上。而在印度的视角上，印度是中国大后方的邻国，如果印度从中国背后插刀，不能说一定致命，但肯定会让中国难受不已，使得美国在其他地区与中国的较量更加游刃有余。因此，无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的立场上，印度都应该是被拉拢的对象，而非一个被树敌的国家。这种战略影响力也使得如今的印度有了大秀肌肉的底气。其实，如今印度大搞问题外交，说白了，很多时候并不是针对这个问题本身而来的。印度真正想要的是能够从问题之外谋取到更多的利益。就像当中印关系紧张的时候，美国就会主动接近印度，为印度提供一些支持，这使得印度哪怕在谈判桌上谈不出来任何结果，也可以获利。因此，有很多人会说，现在的印度是真的聪明，外交简直立于不败之地。可问题来了，印度这样的墙头草行为真的是无敌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悍然取消了印度的普惠国待遇以及发展中国家地位，甚至一度发起了关税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比起印度想要的南亚霸权，美国更看重自己的全球霸权。而在全球霸权的思维之下，美国是不可能允许某个地区出现所谓的霸主的。2023年1月，印度举办了全球南方之声峰会，当着125个国家领导人与代表的面，莫迪做出承诺，表示将会致力于为发展中国家谋福利。对此，有学者认为，莫迪政府此举就是在重拾尼赫鲁时期印度所扮演的第三世界代言人身份，将印度重塑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最终让印度成为未来多极化的一极。可我们都知道，多极化是美国霸权的最大敌人，美国连欧洲都不愿意让其成长为一极，真的能容得下印度吗？我们对此不得而知，但可以拭目以待。